Hello， 谭健次，我们在伦敦又见面了。是啊，很开心。然后这是你第一次到伦敦。我第一次来伦敦。你对伦敦这个城市的感觉是什么？对伦敦这个城市的感觉就是跟我想象中的很像，这些建筑、这些街道，就让我突然觉得就像来到了哈利波特的城堡。对，我们的第一感受就是冷、阴郁、孤独，感受到了没有太阳。对，像我们昨天在拍摄的时候，走在公园里，还有走在街头。终于能够体验到为什么说英国会诞生那么多的小说家，因为太多的内心活动，你看到了这种天气，走到这样有历史感的街道，很想回去喝一杯，然后写一个故事出来。是，而且我觉得有一种没有太阳的美。对。但其实你要说更早的话，我对伦敦的了解，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不是跳国标的吗？对。就是我们跳国标的孩子，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够来到英国的黑池。英国的黑池基本上就是等于说是国标的最高的奖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够代表中国来英国参加比赛，在英池比赛拿奖。那个时候是我对英国、对伦敦的一个印象吧。那你这次来到了伦敦，真实的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风土人情之后，包含它的天气，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这边现在才刚开始出太阳，前几天一点太阳都没有，阴冷阴冷的。虽然冷，但是我就觉得它有一种独特的氛围感。你站在大街上，看到来来往往的人，或者看到倒影反射出来的自己，你们会觉得自己在拍什么东西，好像。但是你说的这个感觉，跟你饰演的角色都很像，对吗？像相柳还有沈毅，对，都是有一点在人群当中会有点孤独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我走在伦敦的街头好像还蛮适合。那你之后的在伦敦的行程，你会想去探索哪些方面，或者是哪些地点？我觉得就是那几个比较著名的景点，可以去打卡一下吧。如果有时间的话啊。一般我到一个城市，我基本上就是 city walk，就是在路上走路，然后看看当地的人，然后大家的美食吃什么，然后跟着吃一下当地的美食。我觉得这就是我来体验一个城市新的城市的一种习惯吧。就是也没有说特地一定要去哪个很有名的地方打卡，好像没有那个习惯，但就是喜欢走在街上走路感觉。那伦敦的美食你现在有什么体会？就是好像非常著名的伦敦美食，好像没有什么能让我眼前一亮的目前。但是我觉得伦敦给我的感觉就是仪式感。就是他不管吃什么东西，包括我每天在早上在酒店醒来吃的早餐，然后晚上跟朋友在外面吃聚餐，我都觉得很有仪式感。就他们把这个东西，让你觉得吃饭这件事情是非常有仪式感。那我想起来，其实我们第一次拍摄的时候是在上海，对，我们其实也用了小说和探索城市作为一个线索。那其实我们来到了伦敦，其实刚好这个两个穿在了一起，也很像是你一个个人的生活的写照，就是你在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角色当中，在不同的故事当中流转。那你觉得像这种生活，包含这种工作的体验，对你来讲会有什么收获呢？我觉得对表演肯定是有收获的，因为你需要不停的去观察，观察生活，观察人。那我每天穿梭在各个城市或者说各个国家里面，我就能见到很多不同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以及沟通的这种习惯，可能多多少少对我在表演上面是有帮助的吧。那如果把你的生活比作一个小说或一个电影的角色的话，你会把他们比作什么呢？把我的生活比作电影小说？小王子吧。对，我还记得我们其实上一次在拍封面的时候有聊过天，说因为当时你也在面临着角色不同剧本或者是不同角色，甚至于是说剧或电影一些不同类型的题材的转换。那你现在还会有那个困惑，或者是说还在做一些选择吗？我觉得选择是一直都在做的，你必须要在有限的题材和故事中去抉择一个更适合自己的，更能够让自己有更多的发挥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氛围里面去创作。所以这个是在
选择中要去考量。因为你看，其实现在在比较流行的大的制作里面，很多剧都是根据大 IP 小说改编的，包含你原来饰演的角色香柳，他其实本身在观众的心目当中，或者在读者的心目当中，对这样的角色他都会有一定的期待，或者是说他们已经把这个角色的形象或者他演绎的方式想就已经都有了想象的空间。那你对于这样的角色会有压力吗？因为你其实是要满足大家的期待。会，我觉得这样的角色，首先他有一个大家有一个非常固定的形象的概念已经在脑子里了。那如果你要去演，如果你只是按部就班的把大家想象中的样子复刻出来，我觉得不是演，是复刻出来，好像缺少了一点你演员本人的一个二度的创作，或者说更带有你本人个人风格的一个独立的角色。那么我会觉得这个角色只要他长得像，或者说他符合这个人的形象等等条件，那谁演都可以。所以我也是一直在摸索和探索，说什么是我自己的不可替代性，什么是我自己独有的气质。对，就当我的这种独有和角色的独有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它产生的化学反应是不可替代的。就这个是我觉得我也要去探索的东西。可能真的是像你说的 IP 小说啊，或者说是它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群体可以去塑造这样的，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塑造角色。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猎罪图鉴它其实就是原创剧本。对，我觉得其实是看你能不能遇到一个真的就是你自己去创立一个IP，做一个自己的 IP。对，我觉得不是，而不是一味的去寻找说这里有个 IP， 那里有个 IP， 等的也很局限。对，很局限。那像《猎罪图鉴2》现在在热播当中嘛，那像沈一的这个角色，在第2部当中，你有赋予他更多的人物性格吗？有的，就是因为事隔了3年嘛，3年我觉得我成长了这3年，然后观众也成长，然后这个我相信角色他也是要成长，不然如果你还是按照3年前的那个沈一在原封不动的搬给大家看的话，我觉得他是没有新鲜感，也没有他也是没有轨迹的，没有成长轨迹。所以到了猎2的时候，不只是我觉得每一个角色，包括我们单元的案件，我们都在寻找一个突破口，去让这个故事让大家觉得猎2它既没有脱离猎1的一个感觉，同时它又进阶了一个层次，让大家看到它的变化。那像沈一，我可能就是会更多的在以前被埋藏的内心中多挖出一些大家觉得哇，原来沈一他的那一面突然慢慢的越来越展现出来了。对，我觉得这个是本身这个人物可以有很大空间的张力的地方。那像沈一这个角色的话，就像你说的，他其实也蛮适合在伦敦的这个城市里面，感觉他个人的气质特别适合，非常的吻合。对。然后，但是他其实内心又非常的敏锐，但是他又跟人群保持了一定的距离。那你是如何挖掘他内心的这种敏锐呢？你个人是一个就是比较敏感的这种性格。对，因为我觉得这一点我跟他比较像的一点就是我本身也很敏感。我觉得沈一这样的一个画画的搞艺术的天才，我相信他可能比我还更要敏感，但是他一直用一种非常温润、非常得体的这样的一个外壳，把自己给包装起来，去面对这个世界。他内心是有一团火，或者说有一个野兽的，只不过这个野兽他看什么时候放出来。在伦敦嘛，我觉得在英国，你刚刚说，我觉得包括我这2天有空了，我会去打卡在猎2里面沈一的那幅画，拿刀划下来那幅画，就在伦敦，我去打卡一下，就是感受一下。对，所以我觉得像沈一这种角色，他是复杂的，他是多面的。你这个点还是挺妙的，感觉你是在为角色而
生活，因为你要去打卡，你在角色里面就是会有一些关联度的一些场景。对，我去米兰、去巴黎的时候都有去打卡，都有去打卡关于沈毅提到的话，因为戏里面聊了这么多，讲了这么多，有个机会让你见到真迹，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的，对吧？像我也看了你今年的演唱会嘛，我觉得就是你从被人所熟知的演员，然后有了一些很精彩的角色的演绎，然后你今年又在舞台上面找到了一些你自己个人的特质，或者是说你和粉丝之间的连接点，包含你做了几场城市的巡演，然后也做了不同的主题的设计，还有颜色的设计，这些是完全是你自己的想法。有我的想法，也有团队的想法，也有导演组，大家一起。我觉得这个演唱会是大家的功劳。非常幸运的一点是，我觉得所有的部门、所有的人都在把这场演唱会当做自己的一个作品在做。我很庆幸吧，就是大家都在拧成一股绳去完成这么一个舞台。我就觉得这是我的运气在，这是我的幸运，就是能够码到这么多的行业的大佬标杆，为我共同营造这么一个梦，而且还都这么上心。我觉得这个是我一次体验。对。那你是从演员到舞台，怎么会想的是说今年要去做就是一个这么复杂或者是这么系列性的舞台呢？因为在演员的这个角色里面，其实你已经算是在蒸蒸日上的一个状态，就是想换一种方式，换一种方式生活。我用了半年时间，然后去做一件很突破、很大胆的事情。这半年也许会失败，但如果一旦成功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事情。所以既然已经决定了，然后又有这么多的人来帮你，我就觉得这件事情非做不可了，就是要狠下这个心，然后要有这个魄力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半年给我带来的，不管是体验，还是大家对檀健次的认知的一个转变，这我人生事业上的收益，观众对我认知上的一个转变。那所以其实你有预想过说有可能失败的是吗？我有想过啊，我有一半一半，我都觉得很有可能会失败。办巡演这件事情很冒险。对。但是后来又想想，那我们既然没有，那我们就从视听上、视觉上等等，我们给大家一个最好的一个享受，最好的一个观感。包括我觉得我的演唱会，我想造一个梦，想造一个今天只要你进来这个场馆，那就是我们所有人共同营造的一个梦。那种沉浸式的体验，我觉得也是一种。包括其实我的演唱会，我觉得我是完全以演员的一个视角和身份在设计，所以它里面有牵扯到很多转场啊，包括怎么引导现场的观众进入一个情绪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丁可卯的去计算的。对，所以这些我觉得也是一种对自己的历练吧。但是有人说过你在演戏的时候的那个状态或私下的状态跟在舞台上是截然的两个人吗？有，因为演戏你是跟角色，你是在角色中，那舞台上你其实更多是檀健次的这么一个表演者的状态，你是在表演檀健次，那个你在表演沈毅，你在表演相柳，你在表演巴拉巴拉巴拉，对，就是不一样嘛。那哪个是真实的你呢？我觉得都有。沈毅和相柳多少也有真实的我在，演唱会上的檀健次也有真实的我在，但是这里面也都有表演的成分。就是我不可能真的在台上完全是一个纯生活中的样子展现给大家，我肯定需要去渲染，肯定需要去，对吧？就是毕竟我们学的就是表演，那你不管你在台上还是在荧幕里，你都需要把自己最好的、最佳的一个状态呈现给今天为你花钱来买票看的人。对。那你有想过将来不演戏或者不在舞台上表演，你会选择做什么吗？不演戏，不在舞台上表演，可能做导演吧。
就是演而优则导。但这个我觉得现在离我还很远啊，就是我还没有这个勇气真的做这些事情。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很高很高的门槛。我觉得只是一点点积累这个经验吧，慢慢的。那我知道你后面，其实你工作后面的话会有选择接新的作品，然后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你会觉得就是这个角色会是你之后的一个工作的重心吗？你马上要拍哪个戏，要接哪个戏，你肯定要为他做准备，然后全身心的投入进去，那是必然的。而且你还要体验生活。对，演唱会我也是完全全身心的投入进去，我也没有在做别的事情。对，体验生活。前段时间一直在北京体验生活。是一个很富有挑战的角色吗？我觉得对我来说挺挑战的。那我很期待，因为也有听你讲了一些，但是不能透露，但是非常的期待，是完全一个颠覆你本人形象或者是之前状态的一个角色。是，就是我觉得很值得去，就是很有发挥空间，但是又非常的需要谨慎，而且需要琢磨的一个戏，一个角色。但我觉得你被他点燃了你的一个热，对，因为像之前的那种角色，或者是说你之前的一些过往的常规状态的工作，感觉没有你这个跟我聊的那么的激动，和你一直在想。是，但是我觉得对于观众而言，我不会前期把这个期待给得太高，拉得那么满。对，我一般都闷不吭声，就我先努力了再说。好的。OK。